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准的僧人云游至敦煌，看到鸣沙山上的金光，在此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自此，敦煌壁画的历史拉开了序幕。敦煌壁画代表着古代中国艺术的最高成就，更以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而举世闻名。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石窟艺术宝库，是古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和交流的重要见证。壁画中蕴藏了古人无尽的智慧，也投影着人们的生活。商旅交流、劳动生产、婚丧嫁娶，画笔下记录的是历史，也是古人修身齐家治国之道的重要体现。学习古人治家智慧，从读懂壁画开始。亲爱的修学团，今天你们将体验壁画研学之旅。力士拔国的公主嫁给了波罗奈国的太子，公主的父亲是不同意的。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辩论赛。我不认可这两个观点，我干不了这活儿。如果我老丈人要不同意的话，我会一直去努力，因为他是我真爱。我家里的这些生意很多，就今天要是我兄弟姐妹来跟我说他的不好，我会觉得他们疯了。我的剧本我自己写。梦瑶第一次见未来婆婆是什么样的场景？我母亲呢，肯定也是在那天之前做了她该做的公司尽调。我父母做出了一个1分钟的一个戏剧停顿。会担心年龄有点不现实，当时我们还是会说你就找个这，你就找个这。周先生还记得当时一点没有。接下来第二幅壁画考验伴侣之间的爱与条幅。You really doing this？ 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生气了吧？好的。过分了啊，周先生。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休学日记、PT Vlog 等精彩衍生。Hello， 拿着什么？面包。给你。Hello, morning。
可以进来吗？可以啊。Morning， 姐姐，早啊。我就是对你这个睡衣是我的笑点，你这个红红黑黑的印象会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媳妇儿说，我给你买一件，给我买了个睡衣，特别舒服。我想来借一个锅。你要锅做什么？我要去热一下早餐。这个面，你相信我，我给你弄点。你们够吗？这个河水村都够了。你尝一尝，这是鸡蛋卤。你给我弄一份，我端过去。行啊。你跟哥哥一起来呗。就一份够，一份够了。然后我在那你们锅接我一下。好啊，一份够吗？够了，够了，够了。你们俩别不够了，我们那还有。哎，够了，因为我喜欢吃汤面，我早上喜欢喝点水。汤面简单。啊，不用。原汤化原食。我那边有，我这边真的有，只是需要去热一下。汤有啊，面汤。这个原汤化原食儿。锅还给不给我？给。那我就这样进去。哎，那放这里啊。哎，都放进去吧。刘也这么进去吧。行。可以了，够了，不要了！哎，糟糕！哇，我老公不吃鸡蛋，那他没口福了，你吃吧。那太多了。一圈啊！是的。不用跟着我，我能，我就，哎呦，没事，我6号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在公路车里边叫零速摔。什么叫零速摔呢？就是在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注意力6号了，然后鞋没有离开脚蹬，就会摔倒。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我那个做一个良好的示范。那个出门骑行要戴头盔，我为什么没戴呢？是因为我串邻居不会有速度，对，是零速摔，对不对？我去那边看看。嗨，早上好。真舒服。杜鹃，嗨 ，Morning， 哦呦，好帅嘛，一起骑啊？好啊，一起骑。能不能给我上去1秒钟？你试试，你感受一下。 Hello 哥 Hello， 早啊。哇，你这个喝咖啡吗？太高了我。我想喝的，我刚想过来的。我去那边再磨，过去你们再喝。不用磨，我就过去。哥，我太矮了。过去有。哥，我太矮了，你太高了，不行。卡住了，你太高了。卡住了，要调一下才行啊。是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弄。你可以先不做，你这样，你先跨过来，然后慢慢的带点闸，一点蹬出去，再坐上去。对于他来说，的确可能有点高，B 长是不是也不太够？可以调。对，他得调一下。对。对，走了。嗷！我不怕他有事，我的车没事了。没事。你的车还好，我有点痛。天哪！真太高了。我应该嘱咐你一下就好了。你好像注意力是在骑车上，没在前面是吧？对，因为我在思考怎么出来，我再让再试一下。那能不能要成功一次？你应该骑嫂子的车。对，他的身高跟你差不多。可以。你一会儿过去骑。好，那一会儿见啊。谢谢。一会儿见，别客气。一会儿就来找你了。一会儿过去喝咖啡啊。好的，谢谢哥。拜。我给他修一会儿车。修一会儿车。啊。你没事吧？没事，只是真的有点，而且那个位置有点尖，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就看着就往这个杆子上面过去了。哎，有任务了吗？啥？爱的修学旅程，亲爱的修学团，今天你们将体验壁画研学之旅，体会壁画中的古人治家之道。请换完古装，并在1号房集合。马上换，啊，出发。出发。咱俩重现一段神话当中的求婚场。我要跟你求婚。在我们那儿呢，男孩给自己心爱的女孩戴上这枚戒指之后，这个女孩就可以嫁给他了。把你的左手给我。吕素小姐，你愿意嫁给易小川先生吗？我。哎呀，穿古装挺俊俏的。呀，真好看，爸爸。挺好看的。挺好啊，好看。不知道他们穿成啥呀？哇哇！的红衣女子好婀娜呢。哇！这谁呀？这红衣女子怎么有点过分美丽的样子？李艾。欢迎大家来到爱的修学旅行。哎呀！我就是你们今天敦煌壁画研学的带领者。今天我们就要去古人的世界去探索一下，去发现一下古人世界里头他们的家庭智慧以及婚姻相处之道。首先要带大家参观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书画展。好，大家跟我来吧。我们选取了一些壁画和书法临摹品，让大家近距离领略古人的治家智慧。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书画展呢，有3大板块：丝绸之路的相关历史故事、古代的婚嫁习俗、古人的家庭生活。大家看看这幅赫赫有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它由3个故事组成，描绘了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大夏国的故事。这边还有各朝代婚书的演变。你看这个唐代婚书是中国唐代最早的婚书，宋代婚书一叠3式，称叠符帖，清代婚书被称为龙凤帖、鸳鸯礼书。然后大家看这幅婚嫁图，它描绘了唐代男拜女不拜的结婚礼节，新郎跪着，新娘站着，体现了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而这个2度帖是唐太宗李世民出征高丽时给儿子李治写的家书。你看这句话的意思啊，它就是想你想得要死，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其实古人呢也很会表达爱的。哦，太厉害了，值得我俩学习学习。还有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放妻书，也就是古代的离婚书。据我所知，这个放妻书也是大有来头。
名句“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句好像很有名哎。它代表着一段亲密关系的结束，是好聚好散的最佳范例。很厉害。学到了，学到了很多。除了这些，壁画里还有很多古人的智慧值得我们学习。走，我们去完成第一个壁画研学任务吧。好，走啊。请各位就坐。往里坐呗。我在这，你在这。好。我们第一个任务就在这幅壁画之中。这一位呢是古印度波罗奈国的太子，叫善友。这位呢是利施拔国的公主。从身份上他们是非常般配的，但是在这幅画的时候，他们的地位非常悬殊。因为善友太子呢其实是被他的弟弟陷害，双目被刺瞎了。而且沦落到在果园里做看护人。那大家能想到他们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其实就来自于公主的家人。他们不允许，包括他身边所有人都不同意，但是公主突破了重重的障碍，还是嫁给了善友。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正题，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辩论赛。哇，太狠了，太深了。我们的辩题是：结婚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和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儿，进行展开辩论。我们呢，辩论赛呢不是以夫妻这样组队的，我们是妻子对丈夫。我们女生先挑，你们挑哪一个？家庭，家庭，你呢？我也这么觉得。家庭，家庭。OK。对不起，我不认可这两个观点，怎么办呢？对，那没办法，辩论嘛。那我干不了这活儿。周先生，你可以。不，我不行，我不行。哦，没有，哥，国际上辩论比赛就是人家给你观点，你就是要用那个观点去打。就是不管你认不认可，你看到这个，然后你就要把它也说成真的啊。先把自己脑洗了，就是两个人的事儿。你先试一下，没关系。我说啊，如果一定要说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那我的下一句话是：归根到底，在一起结婚的、领证儿的，让他们可以领证儿这件事情发生的，是这两个人。强说这是我的观点。说得好。结婚，如果把它分析成一个动词的话，它是在民政局完成的，所以不需要家庭去拿着户口本去做，两个人拍照，就可以结婚。对。他自我肯定了一下，对。所以从开始就应该先聊到两个人的事儿，延展到最后两个家庭的事儿，起因、起源、缘分应该是从两个人开始的。可是这个问题就是说，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啊，他又没有问你前因。对，您说的对。来，朱小姐，你这是在那记呢？专业，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讲的专业。好，那我就接吧，对不对？辩友接。潇潇刚才说去领证这个事儿，你领证，你知道你得有户口本儿。对，你到时候你们俩去领证的时候，你现在知道你的媳妇儿的户口本在哪儿吗？你就想去领了，你的户口本又在哪儿呢？你爸妈不把这个户口本给你，你怎么去领证？包括潇潇也提到，当你结婚的时候，就是两个人前去，但是家里有公公婆婆在反对，丈人老在反对，妯娌在反对，朋友在反对，这个婚姻很快就不将存在。然后呢，我再来说一下那个王彦霖同学的。
那刚才你的发言的起点是我认同我媳妇儿说的没错，所以在起点方面你已经输了。你说你的情投意合是你们婚姻的起点，但是你媳妇儿的外貌也好，她的性情也好，她的所有的一颦一笑也好，如何而来，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她的父母这么20几年来养育而成。没有她的父母，如何成就一个让你爱上的佳妮？于是乎，你说这家庭到底有没有关系？好，然后我再说一下，就是好吧，我可以了，我留着点儿。哎呀呵，行啊。好的。摩拳擦掌。首先呢，朱丹老师刚刚讲的几个点，我觉得是定义上非常的有错误。因为你要这么说的话呢，如果家庭没有给你生命，那你做的每一个事情都不能做，对不对？你就不会存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朱丹老师你坐在这里，你的呼吸跟你爸妈有关系吗？你下一秒钟你不呼吸，你的爸妈能够阻止你吗？阻止不了。所以我觉得刚刚朱丹老师这个点是不 make sense 的。那我们说一下婚姻的定义是什么吧。在每一段婚礼的誓言，你们说的是什么？我会照顾你爸妈吗？还是无论是疾病、生病、贫穷，你都会在对方的身边上？那你定义的就是两个人的关系。所以其实整个事情的优先级别，两个人一定是分在上面。我已经跟不上了。你老公好牛啊，歪理大王。你不能这样子，我在讲话，你不能这样影响我，这太离谱了。你可以，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如果有规则，你可以举手的话，你可以举，我会接你的点。不，我刚跟他说，我说我已经听不懂了，我只是说了陈述了事实而已。你听不懂是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我不敢对我老婆这样，他们的相处方式用在我的家里，我会废掉的。好，那我就是问一下，刚才你在说你们的爱情起始的时候，你有否考虑到镜头前你姐姐正在看？这位弟弟，当年没有你姐姐的助攻，你如何能够认得这美丽的女子？她的功劳就完全不存在了。朱丹老师，您是那个主持系的，对吧？嗯。然后其中应该有很多的老师，对吧？同时间一个学校里面还有校长，才能造起这个学校。同时间甚至你要这么拉开的话呢，那个学校是怎么盖起来的？还有那个建筑工人吧，对吧？发电厂吧，水泥工吧。那么今天老师您做主持人的所有成就，您会归根到跟那个建筑工吗？会呀。屁嘞，这你都能说会。我感恩曾经在我成长路上所有付出的人，才成就当下的一个我。但是您在面对你的幸福婚姻的时候，就摒弃了所有曾经帮助过的你的人，而把自己放开了。我没有摒弃啊。所以我们得感恩在帮助我们、辅助我们的人，就算他微小，但他依然存在。不是，老师，你把我的点听错了。首先，感恩是一种心态。是等于你今天呼吸一样的，你是个人，你就会呼吸；你是个好人，你就会有感恩之心。你的感恩可以有，无处不在。然后刚刚你说到了，就是一个婚姻需要的是什么？一个婚姻是需要别人祝福呀，才能长久啊。我想说，很多人不祝福我，很多人反对我，那我就离婚了。只能说，你们两个是非常弱的丈夫和妻子。今天没有人祝福你们，你都可以结婚结一辈子。今天一堆人在反对你，你也可以去那个结婚一辈子，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坚持是两个家庭的事情，而且我也很享受我的婚姻是两个家庭一起在往前推进的这样一个状况。虽然让我很忙碌，但我觉得自己的价值很圆满。当两根孤独的柱子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撑住很重要。所以我们会需要盖，我们会需要墙，我们需要把这个给它固起来，撑起为一个家，才能让两根柱子更好的保护着，一起往前走。好，我觉得辩论的点其实很全，我基本上你们在说的时候我被你说服，你们在说的我被你们说服，但我想听听你们真实的想法。其实我可能会6-4开吧，更靠这个是两个人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就是
我家里的这声音很多，因为人很多，反对意见又好，同意意见又好，每一个事情都要拿出来，像今天这样子，那么辩论三天3夜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到我长大了之后，我有自己的自我选择权，跟我自己经营自己家庭的能力、跟责任、跟空间的时候，我就是一律不听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对，所以我就不想听，而且重点是，就是我也觉得别人也没什么资格去讲。就今天要是我兄弟姐妹来跟我说他的不好，我会觉得他们疯了。好甜啊这句。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跟他结婚的那一天，真的就是订婚那一天吧，我们俩就彼此做了一个承诺，就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家庭永远高于大家庭。哎呀，哪个女人听了不开心，就会觉得哎呀，有挺好的。respect。周先生呢？你实际上你的观点是什么？那我想说哈啊，说特别好，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别人觉得你们为什么有头驴你自己不骑，让你女儿骑？为什么有头驴，只让你女儿骑，不让老人骑？为什么有头驴你们2个人都要骑？你从哪儿都说不着。你自己感受 OK 就 OK 了，你自己感受不 OK 就不 OK 了。谁说你们家好？你们家好还是不好？你说了算了。所以还是2个人的事情，对不对？又回到赢了。我觉得还是2个人更重要。如果我老丈人要不同意的话，我会一直去努力，因为他是我遇到的一个真爱。哎呀呵，行啊！我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2个人的努力，改变双方的家庭。其实，如果就是活得再成熟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别人的声音所困扰了。即使现在就是我的爱人如果有反对他的意见出现，我也会保证我的心不要乱，给他正向反馈。就是外界声音再多，不能阻挠我，因为我的剧本我自己写。说实话，我都被你们就说服的一塌糊涂。我觉得收获还蛮多的。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壁画这小块，其实我们已经有点看不清楚了，因为时间的原因。但如果我们退后一点看整个图画的一个全貌的时候，你仍然会震撼不已。我真的是从各位的这个谈话当中能感觉到，这个婚姻有时候要退一步看一看，不要只看那一个小小的步，退一步看看，也许真的很美。谢谢各位，我们接着吃饭吧。好的，谢谢。来，各位。走吧，走啊，饿死了。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壁画餐是只有在敦煌才能吃到的，每道菜都能在敦煌壁画或者文献中找到身影。比如这个胡泡羊，灵感来自于莫高窟85窟肉丝图；泡油糕是一道甜点，出现在236窟；胡羹根据12窟婚嫁图研发。手抓羊肉，嘉峪关木石砖画中就有记载。雪山驼掌，莫高窟296窟中就有骆驼的出现。敦煌神仙粥记载于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敦煌遗书》。炖鹿肉249窟有猎鹿图。欢乐清蒸鱼，莫高窟296窟。在沙漠里吃到鱼是很不容易的。来，大家赶紧品尝一下吧。好，我加一个，你加一个。饿死了。很香啊。哎，那骆驼好吃吗？我不想吃，我一点好奇心也没有。尝一下，跟牛肉很像。尝一下呗。哦，骆驼。习惯吗，周先生？非常不。会习惯的，今天才第2天。他们俩没认识的时候，我就认识朱小姐，怎样？然后我就见证了他们俩，怎样？就是走在一块的脸都红了。
是有些东西可以八卦的。讨厌。哎，说真的，那时候你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你那团队祝福吗？他们助攻了呀。因为我们公司那时候很希望我快点有个男朋友，就觉得说不要老黏着他们。结果练剑的时候，他可能很体贴，就一天到晚说：“哎呦，你就是跟一伟哥出去吧。哎呀，一伟哥很好的。”然后去查，是不是还做背调了？对对对。周先生，我们是不是也就吃过一次饭？他是怎么说服你这样的人？记得了，我什么样的人？不是，就是你这么，就是不太出来社交的人，就是来见我的呢？没有什么意义啊，就出来吃个饭嘛，哪有那么复杂？我记得当时我的评价是蛮高的，他看周先生的那个眼睛是有小星星的，有小星星的。我看你也有，你得了吧，你那不一样，像个小女孩一样。他跟我在一起可不是个小女孩的样子。其实你就知道这个人，他跟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幸不幸福，开不开心。哎，金莎，我想问一下，你的闺蜜见过潇潇吗？见过，都见过。什么反应？都羡慕，他们也想。潇潇呢？你的哥们儿都见过金莎吗？见过的。然后他们给你什么样的反应？这哎呀，太厉害了！哎，你这太真实了。那你父母呢？我父母从那个他发的一条微博里看到了我的手。我发了一个2个人的手的一颗心。因为知道我俩认识，就猜到啊，这个人是我。当他知道那个手是你的时候，他是打电话来给你问你吗？儿子，那手是你吗？对，他做出了一个半分多钟、1分钟的一个戏剧停顿。就是当时沉默了一会儿，就真的像戏剧里那种沉默。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你决定吧，反正。”其实我觉得，爸爸还是会担心年龄的问题吧，有点不现实。担心之后有什么阻挠，我该怎么去面对？但是我还是有一定信心，我爱他，爱不分年龄。然后，其实我跟他讲了一些我俩经历，我俩的故事，他其实觉得还好。所以你们过年的时候去男方家吗？先讨论的还是见他妈妈呢。潇潇，你有想过你妈妈会对金莎说什么吗？第一句话，换拖鞋。换拖鞋。一点毛病都没有，感觉。那第2句，长得好看，嘿嘿。梦瑶呢？第一次见，那时候还是未来婆婆，是什么样的场景？你打麻将，在家里。哎，这个很符合我们大湾区的风格。耶，我妈会跟我说，1碗麻将就吃出来，就看得出来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了。我妈是这么讲话的。这个人以后可以陪我打牌。同意，这样吗？没有，我妈觉得他那个首先有耐性，然后觉得他情商高，然后同时间你打麻将，你打4圈麻将，你怎么样要聊天嘛？那他也很好，也没有任何问题。他的表现那么好呢，是意料之外吧？但是我妈会喜欢他，肯定是意料之内。为什么呢？我也肯定知道我妈是准备好了去接受他，然后我母亲呢，肯定也是在那天之前做了她该做的公司尽调。你不知道是不是？那肯定不知道。问了一遍他上海的朋友们，就是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女生啊？有什么好的啊？有什么不好的啊？就全部告诉我。他肯定做了背调，然后呢，也觉得我应该是很喜欢，然后觉得他也没问题。以前他要是不喜欢我对象的话，他是当玻璃的，当玻璃看不到的。咱就说万一啊，如果说那一场麻将下来，并不是你所意料的说，反应那么好的话，就比如说我扮演一下您的妈妈哈，唔得，佢唔得，佢點解唔得？打麻雀嗰時唔得，邊度唔得？通通唔得，通通唔得。哦，
又唔係你結婚，關你春事咩？關你春事咩？酷！这个猛了，这个猛了！你真的会这样吗？不會啊，我媽很嚇人的。那你父母当时什么评价？我没問過你嗎？我也不知道。我的确也没有问过他们，你觉得他怎么样？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我跟我妈要沟通一个事情，但是她就是不开心，我们两个沟通有困难的时候，我直接在家庭群里面艾特何猷君出来。就你搞不定你妈的时候，把老公拿出来，对，拿来用一下。经常性。就我妈反正很喜欢他，觉得他学习很好。那你学习也挺好的啊。但你更好嘛，就可能又比较靓仔，然后我妈就是属于那种好的，还要好。哎，你们第一次见我都没有，好像没有。我见我公婆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说已经有宝宝了，而且一定会结婚了，但是毕竟没见过，那我就纠结好久，我说应该叫什么？就后来想半天，那还是先叫叔叔阿姨嘛，毕竟人家还没有就是当面说怎么样。然后一进门，然后就是我公公来开的门，然后我说啊，叔叔你好，然后我公公就说，哎呀，你妈妈在里面准备好久了，给你弄了好多菜，他直接就转，你知道吗？那一转，你就是那个心就定了。那我想说，那你都说你妈妈了，那我直接见面就喊我婆婆就叫妈妈了。哇！而且那天吃完饭，就全家福就立马拍了一张。就所有的一切就是没有太多的语言，但你说这一切一做完之后，你的心就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已经定了。他去见你父母是什么样的？我真的忘了，不是，我只记得我给我妈介绍的时候，那么巧，我妈在那个家里电脑上正在放那个继母，真情，真情无限之继母。哦，对不起。我在那看你演的戏。对，然后我想回家跟我妈说一下，然后正在那说，哎，这个人，然后我说妈，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我说我想跟他谈恋爱了。我妈说这个男的吗？哎，可以啊，你跟他说我好喜欢他。到现在我妈还有点那种小花痴的感觉，就看这个女婿看的，哎呀贼喜欢。对，就是那个基础奠定的，直接从喜欢看这个剧里的人，砰变成女婿了。周先生还记得当时一点印象都没有，一脸茫然。这件事情确实是不记得了。为什么不记得？至少在我们俩的这段故事里，他没有困难，也没有惊喜、惊讶等等这种转折啊，很顺理成章。但我记得他们家院子有2棵树，一棵是个柚子树，另一棵也是柚子树。我到今天，每年的秋冬天，我的丈母娘都会给我寄他们家院子里其中一棵树的柚子，寄到那些柚子全被摘光了为止。我记忆犹新，很清香不甜，但是很有柚子的味道。你们俩呢？第一次见对方父母是什么样的场景？大学吧，好像刚开学，还是他妈他爸去上戏见他。那段时间我们班男孩都喜欢健身，练完了之后，然后我就那个穿个短裤，光膀子走出来了。上大学嘛，男孩都要荷尔蒙那个感觉，染个黄毛，你知道染黄毛就让人感觉我很有派，那感觉在校园里走。然后走到门口，看着他了，喂，回来了，晚上一起吃饭啊，练完了。哎，我说怎么了？我这刚健完身，我得回去收拾一下了，我上楼了。过来，我妈我爸。叔阿姨你好，哎，你好。你们转一转啊。就跑，麻了。当时我妈就会说：“你就找个这。”确实是暴击，轻轻几个字。
我今天才知道答案。但我那个时候就是懂得那个感觉是什么，我这个印象分没给人留好。等后期慢慢了解，慢慢改变，所以我会说，就是无论你通过自己也好，还是通过家庭也好，一切的印象啊，还是说什么样的结果，都是自己努力的。但后来这很圆满啊，然后婚礼办得那是真的。真的吗？啊，他们婚礼办得可好了。妹妹，你们主持人是谁？王耀庆。耀庆哥对，而且耀庆哥是没有主持过婚礼的。我的概念里，他好像主持过好多婚礼。Ladies and gentlemen， 他们叫我 Uncle Wayne。今年我准备抛出他手中的捧花，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这个幸运儿呢？你觉得是吧？对，我在拍戏，然后紧接着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耀庆哥，这个婚礼主持很重要，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主持个婚礼？啊，这大哥对我也特别照顾，好，艳丽没问题，没问题，会答应你了。但是我想问你一件事儿，谁跟你说我主持过婚礼呢？我主持过谁？当时的伴郎有，我记得有王鹤棣。让找鞋吗？是不是？农农、陈立农、尹正。你要再不开门，我就给他扔河里了。然后还有我家里大学同学。媳妇儿够不够？我想办婚礼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因为我完成一个他的愿望，也是完成我自己一个愿望，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承诺就是我要娶你，但是那时候没钱，我有钱了，我希望我能给你一个你想要的婚礼。我当天紧张了，就是要去接新娘的时候，我找了个房间，我待了能有1-2个小时。我就想了很多，从大学毕业到真正能娶她的时候，我们之间情感呐、工作呀、生活的这个经历，很不容易。我就觉得大学的时候那个愿望要实现了。我觉得最大的力量就是接受、理解和支持。这些啥？你看我兄弟，咱们那个有也是，但是我认不了。这样才漂亮。他对我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因为他让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让我永远知道我有依靠，我永远都可能会觉得我回头这个人就在。我觉得结婚之后我的感受就是这个婚结对了。真的好好。你们还会办婚礼吗？后面不会，因为可能主持人这样舞台上站太久了，会观察周边人的反应，会去呈现设定自己的表现。比如说访谈进到这儿应该进入感动环节了，然后最好进能催泪。那万一婚礼也进到这儿，那我哭还是不哭？我因为太清醒，我觉得这个清醒让我觉得很累。我可能跟丹姐有些想法稍微有点接近，我好害怕我的婚礼变成一场上演，只是台下的人变了，然后结果还要唱《星月神话》，就是。他连唱的歌词都想好了。我
昨天在路上还听这首歌呢。那真的是个商演了，有点。你们还办吗？婚礼？肯定办啊。过了那个就是不能办喜事的时间了，是不是？怎么说呢？是我觉得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吧。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如果父母去世是可能之后的什么1年不能办，但是我自己标准吧，有3年。今年的下半年开始，我们才会去沟通这个话题，这个事情才会被抬到桌上，在那一刻之前是一字不提。所以你跟梦瑶其实是有共识的，在这件事情上。对啊，我是有点社恐的，我是觉得，是不是就可以？不可能，我是觉得一定要，对，而且要一定办得很好。害怕，就我只是很希望是一个很特殊啊。OK， 他就很喜欢这种有节日的感觉。所以其实你也没有那么抗拒，对不对？你只是想到那场景有点紧张，如果真来了你也 OK。我感觉我就好像，也没有非要，但是有也觉得很开心吧，毕竟是对方的心意嘛，就是这种感觉。OK， 饭都吃饱了哈，那我们就转到下一个任务吧。好的，我们去看第2个壁画。走，出发 ，Go Go Go！ 来，各位，我们来看今天的第2幅壁画。这样，各位也可以猜一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语境，或者是他们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到了河边儿，太晒了，然后洗了个头。洗了个头。啊？行，你们俩是真的越来越像了啊。我觉得嘛，他们应该在吵架。你看，他们2人吵得很厉害，脸都黑了。脸都黑了。这有可能是氧化反应。我觉得这个男的应该是做什么工作吧，或者说做什么官儿，然后这女的来看他，然后紧接着这个女的要走了，男的舍不得吧？请问跟之前的升官啊、探班有啥关系？你就直接说他们俩依依不舍不就结了？对，我就组合碎片性的那个组织一下词语。朱瑶姐，比较浪漫，你侬我侬。对，在河边安静的就扯着衣裳，因为那个时候不会那么的大胆嘛，都撩撩你的衣裳啊什么的，你走走我走走，不要走，哎呀，就那种你侬我侬。好，周先生。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好谨慎。对，你猜一下。不想猜。猜一下。对不知道的事情没有这个猜测的欲望。第一个念头。绿色挺好看的。好的，来，这个呢是敦煌321窟里头的画，它的名字叫做《爱与条幅》。条幅呢，就是我用我的魅力把你征服，就是这个男生在跟这个女生撒娇。哦，哇，因为她是女生的身体很柔软，对，敦就是煌的很多那个身体都比较柔软。女生在爱里面都会比较柔软。但接下来对各位的一个挑战呢，主要考验的是你们跟伴侣之间的爱与条幅，互相撒娇。哎，对了。You really doing this? I don't know. 什么玩意儿？你给我翻译翻译。一会儿你就像刚才那样把你的肩靠在我肩上就 OK 了。燕玲跟佳妮先啊，我们先来。我也觉得你们俩可以，特别是你，我对你充满了期待。我不行，我这个就我不太厉害这方面的，怎么弄啊？你严格一点行吗，佳妮？严格一点。
我是要腼腆一点、大点一点，媳妇。都行，看你。行吧，行吧，行吧，这为难了，为难了，为难大家了。很厉害，很厉害。可以，不错。那要不你俩来金莎、潇潇？哇哦，我期待他们这组。我也很期待。我感觉他在用力。哦，挺好了，挺好了。二位来吧 ，Go！ 啊，总会到自己的。我们平时没有这个环节的。咱们家平时很多这种环节的。那好了，接下来是你了。怎么了？你生气了？怎么像你生气了一样？这是什么？不是，那你演一下生气吧，不然我很难那个。他们难代入。对。过了，过了，哎，过了，拉不开了。可以。天哪，这我排在他们后面，早中前一点。压力太大了。对，哇，你这招高，实在是高。你先生气，我先哄你吧。那我先生气吗 ？OK， 好。先生。哎。先生。先生。先生。行。OK， 挺真实的。来吧。生气了吧？好的。解决问题了吧？哎呀，男有力，不给亲我直接抱走。我又要抱紧孤独的自己了，真的过分了啊，周先生，这招有点大啊！厉害。等一下，让我喘一下啊！我接下来干嘛我都忘了。其实这个壁画就是大家照着做，它就是有效果的。如果我但凡对对方的爱有一点点怀疑，这个话说出来，它就不是撒娇，它就是吵架了。但生活中你没有吵架，我们只有爱的撒娇，好的沟通，耶！今天的壁画研学之旅，我们学到了很多古人的治家智慧。家庭关系要学会端水，因为婚姻中既有小家，也有大家。家庭关系也要保持拉扯，互相取悦，才是增进感情的最好方式。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祝大家幸福美满。好了，接下来你们要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叫做鸣沙山。而我呢，我要去抱我老公了，各位。有缘再见，拜拜。拜拜。
本节目由双金维生素 D、双金钙锌赞助播出，双金谷营养专家为爱出发，盲盒月月开好礼，带你现场看综艺，动感地带芒果卡邀您观看《爱的休学旅行》，上微博参与爱的休学地活动，分享你的同款旅游打卡地。出发 ，Go Go Go！ 哇，这个山。鸣沙山，著名的鸣沙山。我们上哪个车？这个哦，好。哇哦！哇，这车太厉害了。好帅呀！走吧。哎，谢谢。对呢。我哋好多落圖啊！係啦，好多啊！爸爸，你看那个骆驼。哇，老公你太真亮，太俊美。哇！哇！好漂亮！这沙漠真的太酷了。师傅搞点离心力的行吗？救命呀！哇哦！我的妈呀！啊，我可怕！让我一嘴沙子。感觉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潇潇，你不觉得看出去特别美吗？他已经不会说话了。哎我天，慢点啊！开快一点，开快一点！走！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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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猷君，我真的要翻脸了。我不说话了。快让他慢一点。慢一点，师傅，慢一点。喂！
到了。这傻了一个。你还行吗？他哭了，他真的，他哭了。后半段睡得好舒服啊！你刚睡了？真假的？后半段睡得可香了。你真的牛！哇！这就是月牙泉。哇！哇，好美哦！哇，太美了！好漂亮啊！好开心啊，老公。Me too。你想过我们会莫名其妙来到一个沙漠？别跑了，走下去吧。为什么？冷静，你不是在这玩一玩，那就这种玩。你别闹！要拍个自拍不？我们没有这样对视过吗？嗯。真的，你就安安静静看你眼睛的3分钟，就感觉我好像看到你变老了。变憔悴了。有点心疼你。来参加这样的节目？不是，我才不心疼，这是你应该做的。哦，好吧。这个不浪漫的人。好了，你成功把我所有的情绪赶走了。这几天发现我们俩的思维模式好不一样，一直觉得我们俩很默契，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我们很默契，我们是被他们鉴定为不默契，不代表我们不默契。你说我们俩走那么长是你的意料之中吗？没有预料这事儿。真的吗？就不会害怕说明天地震了怎么办。七什么呢？七就你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俩会分开。没有。凭啥？什么叫凭啥呀？不是应该的吗？要是天塌了怎么办？你这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你好奇怪的一个人，我怎么会和那么奇怪的一个人在一起？你像沙漠跟这个月牙泉，反差这么大，咱们也共存了这么久嘛，不也挺和谐的嘛？那怎么就不应该在一起呢？沙漠和泉。没有沙漠和月牙泉。那你说你是泉还是我是泉？你是泉，你是泉。为什么？听起来泉更美好一点，正面一点嘛。哎，脚麻了啦！脚麻了，换个姿势。哎呀，鞋不难受吗？鞋不难受。穿一天了。脚难受。你别动。你别动。你靠到我的背上。干嘛？你可以靠得住啊。哎，对吧？哎呀，我还是喜欢看天。你为什么喜欢看那个湖呢？因为湖在别处看不着，天在别处抬头也能看到，虽然不是一片天。先生，你到现在后悔陪我参加这节目吗？后悔有用吗？到底后不后悔？不后悔。真的一点都不？一点都不。好的。你愉快吗？我也很好奇。就纯粹我开心吗？对。我跟你住那个房子4号房时，我特开心，因为这是我们2个没有经历过的。就忽然间觉得好像这一趟也没白来。真的。这一路还没亲我呢。二上头，你说你是故意的呢，还是摆拍呢？咱家真有一头小毛驴，
啥意思？就是你和我一起骑它，还是我让你骑它我不骑，你让我骑它你不骑，还是咱们俩都不骑，都会被人骂的。所以管他呢。既然都会骂，那就够我们俩觉得该干嘛干嘛的呀。该干嘛干嘛嘛。我就不让他看见我有一头小毛驴。快，你给我画个爱心。画个爱心呢？我要那片沙漠那么大。那得搞台车了。画个爱心。哎，画个眼睛，画个嘴，微笑，行不行？可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啊。What？ 就是你看，它这个沙子大小、形状、颜色，全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汇到一起，就感觉像是一个颜色似的。你说这个世界不也是一样吗？你说这个世界不也是一样吗？我觉得，至少是大学生的状态。那个时候我的概念就是，喜欢一个人啊，爱一个人，就是想一直陪着他。反正至少在我们那个时候，或者说我们那个时候的我们俩。该下班了，大哥，休息吧，明天见。让我的爱变成发动机的轰鸣，无时无刻的在你耳边出现吧。耶！为什么每次我都要讲中心思想，或者说点题的时候，这个直升机都飞过来，都已经到了一个这么偏僻的地方，还在这么眷顾我，我就你知道这是什么寓意吗？什么寓意？闭嘴吧！少说话吧。这代表着弹幕。怎么了？我看着看，我想说，老公你眼皮怎么这么淡呢？这双了吧？华仔看不出来，像不像阿五？现在阿五是谁？金城武。像不像阿六？阿六是余文六。那有阿七吗？阿七直升机。阿八。周润发。阿九。啥都有。阿十。阿十是谁？阿十，我姓石。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知。我要笑出眼泪。对于我来说，让老婆笑，让老婆开心，是比做任何事情都有成就感的事情。他对我没有任何要求，他只要求我开心就好，他只要求我每天做个快乐的人。我觉得要逗你笑的话，不应该用时间去衡量。我希望我永远都可以让你开心，让你笑。哼哼，爱你哟。我对你的爱，就像这片沙漠里吹不散的沙。你看，前方、后方、左方、右方，到处都是什么？到处都是阳光。No no no， 到处都是金沙。哎，坐会儿。坐会儿吧。
伤痕累累的一颗心当中，我又遇到了天真的一双眼睛，它让我学会了重新相信、信任。声音很多的时候，看向我就好了。嘿嘿。我很爱莎莎，会照顾她，给她做饭，我就做好自己。反正如果有人闹，我就没办法呀，我也管不了别人嘛。好漂亮呀！看着这个月牙泉。真係好靚喎。觉得我有时候是不是忘了这个世界可以是这样子的？对，你一直都忘了这世界是这样子，你已经习惯了世界就是工作，就是城市，就是梦想。所以你的世界里的物体其实不是很多。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一直这么说的？我一直说啊，对啊，我就这么几个月会很那个很关键。我说来说去都好像就每个月都很关键，这个关键的这个过程就没有停过。你这个人，你可能不遇到什么大事，一辈子都会很关键的。你对你自己的了解可能不是很深，其实。你是习惯了，还是你真的会不会有时候觉得我太过脑子里面装的都只是工作，少了跟你的东西啊？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人是会变的。就是20几岁的我也是心里只有工作，什么事情都不是很重要。我觉得人生这个游戏，它就是到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 NPC， 打开不同的地图的，这就是20几岁应该有的样子。我很赞成就是这个样子。I love you， 体君，感谢生命里有你。I love you too。Only you can take me through 世界。Only you 能殺妖魔鬼怪。Only you 能保護我。唔使俾啲旁證蟹精啄我，只有你咁叻，就是 only you。only you。你怎麼了你？I love you。没有纸巾我，给你点沙擦眼泪好不好？你敢拿沙擦我眼泪试试看？我把沙塞到嘴里。辛苦了，居居。辛苦什么？辛苦了，我的人生那么复杂，家里又复杂，工作又复杂。我们真的熬过了很多了，居居，加油！想想一开始 ，everybody 在那里哔哩吧啦。But we showed them wrong。我觉得他能理解我复杂家庭带来的一些困扰啊，就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我们这一路走来，都彼此为对方斩妖除魔，也有保护到对方，也有支持到对方。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想过的，我想要的，以及我是嫁给爱情。那我们两个结婚，没错，我们小孩，我们这个小家庭呢，
环境长大。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我们演唱会开始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共同点亮鸣沙沙了。听这儿，你做这个，我做这个。嗨。啊。Hello， 我们回来了。Hello。嗨。哇，这边真的好多人，看起来挺热闹的。来，做好准备。我们等他们亮。马上。5、4、3、2、1，亮！山顶嘅朋友，你哋好嗎？对面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新年快乐！哎！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本次演唱会正式开始。哎呦，哇，他们开始亮手机灯了哇！哇，好多！漂亮！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来，朋友们，手中的灯光挥舞起来！这是什么歌？哩哩的蓝莲花。哦，蓝莲花。对，我们能够跟上那个高潮部分吗？听一下。马上到了啊！永不凋零。蓝莲花。达拉吗？滴哩滴哩达拉呢？那是另一首好像。啊？哦，对，好像另一首。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哒哒，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哒哒，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哒哒，滴哩哩哩滴哩滴哩哒哒，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哒哒。哥，你会尴尬吗？不，我怎么也觉得有滴哩滴哩滴的，有点像的，走向有点像。好了，我过完瘾了。为你鼓掌。谢谢各位老师给了我这次在沙漠里放纵的机会啊，谢谢。厉害！哎，跟上了。谢谢。我没唱的时候不觉得尴尬，我唱完觉得有点尴尬。好，接下来轮到我们这个山头来表演了，对不对？对。接下来在这边我们要掌声有请的是金莎。金莎今天要为我们带来哪一首歌呢？来唱一首跟这个风景比较搭的一首歌，《星月神话》。星月神话，来，掌声响起来！谢谢。下一首歌曲《星月神话》。
下一首表演是谁呢？快自己报，踊跃。有没有人啊？一伟哥哥不唱，不唱，不唱，会唱歌。好，快那弟弟潇潇，我跑调啊。没事儿，跑呗，我们帮你拽回来，如果能拽得回来的话。主要我的嗓子。你喜欢唱哪首歌？你总哼哼的。我对唱歌挺害怕，晃神简直大脑空白。我看莎莎她可能也在想，哎呀怎么办？而且我也害怕我不回她话会不会不太好。我是一个特别怕冷场、怕大家尴尬的人。那一维哥就很腼腆，弟弟呢有些羞涩。我突然间那天晚上就有一种使命感。我唱一首老歌吧。可以，师哥先做个表率。我不知道会不会唱上去啊。一起来！来，是不是天堂？来，不，他声音不好，没事。你来，我有。左拍拍，右拍拍，需要你给我一点爱。刘军，来啊，咱们一起来，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谢谢。一个，来，寂寞男孩的美丽，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我跟潇潇和另外他们其实就有点鲜明的对比。我们虽然不嗨这个场，但我们尽量做到不让人家到我们这儿冷场。我猜了又猜，女孩子的心事还真奇怪。你嗓子不太好，怎么办？没事，广东话，你又不是歌手，无所谓。要唱歌的地方就不行。我其实五音不全，我一唱歌都会被笑话。但是我想到我在镜头前，所以不能黑脸，我还坚持尬笑。活着了。然后这个行为又让自己更尴尬。有没有从头嗨到尾的歌？恋爱什么对？恋爱 ing。啊 ，OK。
好累呀。好累。Ladies and gentlemen， 非常感谢今天来到了那么多位著名的歌手。虽然今天我们的歌词记不全，虽然今天我们的音准不太准，但是我相信此时留在我们心中的是我们越来越靠近的心。此时也没有多少星星，但是对面有星星点点，让我们相信天地之间此时有我们。让我们记得今晚各位晚安。哇，这2句哇！晚安，巴卡巴卡。请大家跟随黄灯的指引，有序离场。黄灯，黄灯，走吧，老公。上车，走。开始没电了吧？刚才嗨，感觉到了啊，开始了，一会儿开始这儿疼那儿疼，这个那个了啊。所以待会儿就显示你重要性的时候到了呀。还都是油油的。空气了，现在。到了。到了。回家了耶。嘿，老师。哎呦 ，hello， 辛苦啦。嘿，辛苦老师。辛苦了。哎，辛苦了，辛苦了。坐。哇，你们这个准备超充分的。哦，对，大家一天很辛苦了哈，但是呢，爱的练习我们还要布置一下。好，在今天一天的壁画修行中间，相信大家呢已经学习了不少古人的治家之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爱的练习的主题。爱是一项需要终身学习的技能。心理学认为，爱不仅是一种本能，也是一项技能。而技能越丰富，遇到问题就越有办法，越不容易陷入到问题中，造成家庭里面的一些冲突。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对方沮丧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个拥抱，或者说在生活中给他一个惊喜。那我就希望呢，你们回忆有助于增进感情的那些技能，然后呢，和你的修学同伴一起分享，一起重温。好，布置完毕。我有说清楚吧？有问题吗？很清楚，很清楚。一个拥抱啊，一个关怀啊，一杯热水啊，一个毯子。对，所以今天啊，好好照顾我们家妮。好，好，好，老师晚安。好，晚安，辛苦辛苦。晚安，晚安，明天见。明天见。拜拜。哎呦呦呦呦，哦呦呦，宝贝，哎呦哇！怎么感冒了？感觉？真的，我的鼻子已经不行了。囔囔囔了都。囔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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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囔。辛苦了，老婆。爱你们。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了，宝贝，你鼻子都囔囔的了。吃晚饭啦。吃晚。少吃点。好，一口土豆丝儿。嘿嘿嘿。嘿嘿。感觉整整一天又一天在这儿旅游，是你最恐惧的事儿。我最恐惧的事儿。对，你最不想做的事儿。最不想做唱歌。不，今天变唱歌了。今儿最恐惧的事就是唱歌。记得我在高1、高2的一节语文课，可能是什么作业是分最低的组，
然后这个组派一个代表去唱一首歌，你啊，然后把我派上去。唱什么了呢？唱了2句，就那种尴尬，然后底下有嘲笑，是吧？我也挺害怕这方面。主要有那个高2的时候那心理阴影在。对，一有人就对就恐惧，对，紧张的时候更容易跑掉。对，但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今天又不是说你是个歌手，然后唱的乱飞，跑掉了。那个，因为你在我旁边嘛，然后希望我能给你一些能量波，能量波能够让你，能量波能够让你不要去想别人怎么想你，会很累的。即使你那个不会唱歌，那跟别人然后很会唱歌的相比，我还是爱你呀。抱抱。这个床真虚吗？你下一次在新疆可能就没了哦。为什么？新疆它每一天都要换一个地方，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要铺一次吗？对，值得的。你铺吧，我会在。干嘛呀？虚无。只在你手里，你是一种虚无。来吧。还活着。它很透气，灵不死我。希望我累死了。那我们慢慢一个拥抱吧。我想给微风充充电。我看你的生活挺简单。这话就你一说吧，显得我没有干什么重要的事情啊，妈妈。哇，爸爸好棒哦！那么重的活都能把它升起来，这样爽一点呗。哎呀，烧起来，烧起来了！哇，你看，我说你烧火很棒，很厉害。走这儿。哎呦。亲爱的同学们，请你们选出一位成员担任今天的值日生。我推荐潇潇，潇潇，潇潇，推荐潇潇。上任之后就感觉上任了一样。领导说的好呀，我可以读了吗？你可以大方读，干嘛扭扭捏捏？我们要不要体验一下？不能，别吓到了。想问，第一次当爸爸妈妈是什么感觉？那我们去第一次检查，然后他就很模糊的告诉我们，好像太小的时候说也没有胎心。他突然就跟我说肚子疼，周围没有任何一个人。王鹤棣说：“哥，我能帮个忙。”
我2次大出血。那天晚上他还不在，就是你决定要还是不要？是今年过生日的时候给他发的一条信息，忘了祝我亲爱的先生生日快乐。哦，好多么么呀，姐姐。这太肉麻了。我不经意当中发现了这个。你牛啊！你表达一下行不行？又把帽子扣上了。你认真的样子就像在播放纯爱电影。好浪漫呐！我说太冷，然后过一会儿那个，哦，好霸道，太好了，你没 ，Oh my god！ 哎呦，何总颜面何存都没了。恭喜大家完成了第1阶段的入学测试，接下来休学旅行正式开启。注意哦，休学团还将迎来一组神秘的新家庭。出场方式挺浪漫呀。他们会是谁呢？敬请期待。今天呢，我们学习了家庭成长课的第2课，爱是一项需要终身学习的技能。那么我们对于爱的理解，很多人以为它只是一种感觉而已。但是当我们有了感觉之后，如何维护、如何经营好家庭的关系，是需要很多的技能的。朱丹、周一围家他们在一起生活、做饭、吃饭、赏月。花时间专门彼此的陪伴，这种爱的技能是使感情升温的一种好方法。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注意到朱丹是不断的在称赞周一围的。哇，你看我说你烧火很棒，很厉害，你真的牛，你拍的好好看。所以夸奖和赞美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小技能。那么小明和小马这一对呢，恰好活学活用了撒娇技能。给你点沙茶颜料吧。我把沙塞到嘴里。只是在你手里，也是一种虚无。来吧。确实，彼此的撒娇是能够增进关系的一种有用的小技能。家庭里面不是只是讲理的，感情的互通更加重要。I love you。其实也意味着，在小明面前，小马会觉得非常的安全，因此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需要。燕玲和佳妮在爱的练习里面用的是抱抱和说我爱你这一项工具呢，他们几乎每一天都多次的使用，所以重温自己，即使是使用过很多的工具，再用也会很有帮助。爱你哟。莎莎和潇潇他们2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比白天会变得更加放松，说话不需要那么的符合我们现实世界的要求，更像是2个傻傻的小孩在互相的陪伴。咱俩不像烟花一样短暂，像这根棍儿一样，烟花断了它都没断。永生棍。我们在爱的关系里面，有时候需要2个人都变成小孩子，展现最本真的自己。我早就说了，你是我人生中的礼物啦。这其实也是一个对我们有启发的小技能。我们每个家庭里其实都储备着爱的技能，从自己的经验中去总结，会让我们把一些技能用得更好。同时呢，我们通过休学同伴之间的相互交流，大家的技能也可以变得更加丰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话题爱的休学旅行，实时获取节目精彩幕后花絮。上微博搜索话题爱的休学旅行，参与互动，开启夫妻休学之旅。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深度文旅合作媒体中国国家旅游，特别合作同程旅行、去哪儿旅行、妈妈网孕育、美柚、亲宝宝、检票集团。